眼前这只黑狗正深情地盯着湖面，下一秒竟然奋力一跃，扑通一声跳进了水中。它这是要做什么呢？几分钟后，当狗狗游回来时，嘴巴里居然还多了一条鱼。然而狗主人对此却见怪不怪，说这只是狗狗的基本操作而已。只见狗狗来到水中仔细观察，很快就锁定了目标，灵活的身体不停地上蹿下跳，很轻松就抓住水里试图逃跑的鱼儿，将鱼带回到岸边的大黑狗似乎还不过瘾，又转身跑进水中搜寻下一个目标。岸边钓鱼的小哥看到狗狗又抓到一条，心里是说不出的难受和无奈。他们在这里一上午了，都还一无所获，所有人加起来还没一条狗抓的鱼多。此时岸边已经堆满了大大小小10几条鱼，全都是这一会功夫大黑狗抓的。然而虫主看着一地的鱼儿并不高兴，反而对着狗狗骂骂咧咧。大姐说每天都吃它抓回来的鱼，导致它现在一看到鱼都想吐。为了阻止狗狗继续抓下去，只能将它强行带回家拴了起来。被束缚住的大黑看着湖面委屈的呜咽着，这种近在咫尺却无法过去的感觉实在太难受了。他焦急的就像犯了瘾，疯狂扒拉着地面。大姐看大黑这副疯狂的样子，又心软帮他解开了绳索。恢复自由的大黑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湖面。那么他究竟为何这么痴迷抓鱼呢？专家表示，有些狗狗天生爱玩水，加上有祖先遗传的狩猎基因深刻在骨子里，它这是通过捕猎来消耗旺盛的精力。喜欢抓鱼并不是一种病。而对于大姐吃鱼吃到吐的凡尔赛行为，专家表示很想帮大姐承担这份痛苦，建议大姐把狗送给她。大黑每天都会在水中玩得不亦乐乎，甚至快乐到忘了时间。每次大姐都要亲自来喊他回去吃饭，而他的嘴里又叼了一条硕大无比的飞鱼。背后一群钓鱼客纷纷投来羡慕的眼神。那么如果你也有一只这样爱抓鱼的狗狗，你会是个什么想法呢？张大姐家突然多出了5只小奶狗，然后就赖在这里不走了。大姐对此十分郁闷，因为自家强子明明是一条公狗，并且毛色和小狗们可以说是截然不同。大姐想起隔壁村大爷家母狗带着小狗找上门，结果是图人家有房条件好，他家狗子最终喜当爹，这不免让大姐怀疑自家狗子也喜当爹了，因此特意带他们去做了亲子鉴定，结果出来后把大姐都给惊呆了。原来就在半个月前，他家狗窝里凭空多出了5只小奶狗。由于自家强子是条公狗，于是怀疑是强子出去拈花惹草惹下的风流债。现在母狗带着孩子上门认亲了。当男主人牵着强子进狗窝时，强子却有些不情不愿，犹豫几秒后还是从狗窝退了出来。这时一只白色母犬跑了过来，正眼都没瞧一下强子，直接就朝着狗窝里跑去。小狗们在看到白狗的到来后，一个个站起身子变得大胆起来，直接跑到白狗的身边，喝奶的喝奶，玩耍的玩耍。看来白狗就是小狗们的妈妈了。此时强子则尽职尽责在门外守护，完全把房子献给了狗妈一家。狗妈似乎也意识到这毕竟是别人家的地盘，感到内疚的她决定上前讨好强子。正所谓女追男隔层纱，你愿意娶我过门吗？买1送5，孩子都给你生好了。强子则是一脸懵圈，亲爱的，为什么我们的孩子看起来根本不像我？对于强子的疑虑，很快就被狗妈腰肢招展的舞姿所打消。狗妈为了能快速融入这个家庭，不管强子走到哪里，她就一路跟到哪，尾巴摇得像螺旋桨一样欢快。这种种行为让主人坚定地认为，那5只小狗就是强子的亲生孩子，于是开始每天好吃好喝地伺候着，完全把5只小狗当成自家狗子悉心照顾。可最近他们发现了奇怪的一幕，狗妈妈经常和其他流浪狗厮混在一起，看起来关系似乎并不简单。被拴住的强子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只能无能狂怒，看着流浪狗那白色的毛发，再看看家里5只小狗的模样，不禁让人怀疑它们究竟是不是强子的崽。唯一相同的也只有嘴上那一撮黑色毛发。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，主人决定给他们去做亲子鉴定。只见大姐拿出棉签采取了强子的唾液样本，为了避免狗妈不同交配导致误判，大姐还特意给5只小狗都提取了唾液样本，然后才送去检测中心。此时狗妈在一旁看着显得有些心虚，或许只有她才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因为结果至少要等1周后。期间张大姐并没有区别对待他们，依旧是好吃好喝的供着。而这几天狗妈胃口突然大了许多，干起饭来格外的卖力，似乎害怕吃了这顿就没下顿了。1周后，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，2位主人神色紧张地查看鉴定结果。看完结果后，2人直接笑翻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小狗们全都和强子没有丝毫血缘关系。大姐笑着说，真心疼我家强子，不仅没当上父亲，还全心全意帮别人照顾了1个月孩子，甚至还把自己的房子贡献了出来。可既然强子不是小狗们的父亲，狗妈又为什么要把孩子带这里呢？原来狗妈在和流浪狗大白相爱后，很快有了他们爱情的结晶，可有了孩子后才发现物质的重要性。她不想孩子跟着狗爸爸做了2代，于是在方圆10里的公狗里面筛选了一遍，里面当属强子最憨厚老实，最主要的是有房，家里条件优越。考虑再三，决定把孩子托付给老实狗强子。刚好他还是个万年单身狗，面对送上门的老婆一定不会拒绝，特别还是买1送5一步到位的那种。可怜的强子就这样顶上了呼伦贝尔大草原。母狗为了孩子能更好的生活，也算是煞费心机。令人暖心的是，即便没有亲子关系，
但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他们对小狗也逐渐产生了感情，最终还是决定收养狗妈一家，还专门搭建了个温馨的小窝供他们居住。小奶狗们在这里过得非常快乐，有吃不完的食物和豪华的房子，看来只要选对狗，就算拖家带口又何妨？不过强子这个接盘侠可算是坐实了。这是监控拍下的感人一幕，一只流浪狗鬼鬼祟祟跑进别人的院子里，观察一圈发现没人后，偷偷来到狗窝叼起一只小狗转身就跑。可他为什么要偷别人家的小狗呢？其实院子里有3只小狗，并且还都是他前几天夜里强行送过来的。对于流浪狗主动将孩子送上门的做法，院子的主人只能被迫承担起照顾小狗的责任。可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，狗妈妈又跑回来带走了其中一只。师太看着剩下2只胖嘟嘟的小狗陷入纠结，犹豫再三后还是决定继续抚养它们。他猜测狗妈妈可能是遇到了什么困难，说不定过段时间就会来将剩余的小狗带走。然而1个星期过去了，狗妈妈不但没有带走2只小狗，反而又一次送娃上门了。只见他一路驱赶着小狗从远处跑来，只是几天不见，小狗似乎长胖了很多。看来狗妈妈这段时间将它照顾得很好。小狗仿佛也明白了妈妈要把自己送走，无论狗妈怎么驱赶，它都不愿意离开。作为一个孩子，怎么会不想待在自己妈妈的身边呢？这时女主惊讶地发现，狗妈的脖子被一根长长的铁丝缠住，那应该是村民放在后山捕猎野兽的陷阱。看样子狗妈是拼尽全力挣脱了陷阱，可生锈的铁丝却死死缠在她的脖子上。由于实在勒得太紧，她的脖子已经被勒出一圈深深的伤口，或许是时间太长的缘故，血水夹杂着脓水沾满了四周的毛发，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钻心的疼痛。难怪狗妈妈会5次3番将孩子主动送给人类，要不是身处绝境走投无路，作为一个母亲的她又怎么会把自己的心肝宝贝送出去呢？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活下去，她只能忍痛割爱，做出这个残酷的决定。看着狗妈妈现在痛苦的模样，师太心疼的无以复加。她很想帮帮这个可怜又善良的毛孩子，但狗狗此时却非常的警惕，因为在自己的孩子还没有真正安全之前，她必须时刻保持100%的警惕，除非她坚持不住倒下。一直到了深夜，师太也没能抓到警惕性强的狗狗，可她脖子上的伤势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。师太只好连夜向动物救援组拨打了求助电话。此时的狗妈早已经精疲力尽，虚弱的身体仿佛随时都会倒下。尽管她现在又冷又饿，忍受着脖子上伤口带来的钻心剧痛，但只要一想到身边的孩子还没有吃饱，于是又强忍着疼痛站起身子，坚持不懈地给孩子哺乳。看着身边嗷嗷待哺的小狗，尽管他已经虚弱的犹如风中残烛，但却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绝不能倒下。在小狗吃饱喝足后，母子俩相互依偎着进入梦乡。可接下来的路又该如何走下去呢？第二天一大早，师太惊讶地发现，狗妈妈早早就来到了她家附近，正在不远处的山头偷偷打量着她的另外2个孩子。果然每一个孩子都是母亲的心头肉，即使已经被送出去了，也想要时时刻刻去了解孩子们的状况。哪怕她现在已经遍体鳞伤，却始终将自己的孩子放在第一位。在她心中，孩子的安危永远高过自身的安危，这或许就是母爱吧。很快救援组带着装备赶到了现场，第一时间对狗妈妈展开了救援行动。狗妈妈将小狗紧紧护在身下，朝着眼前的陌生人不停吠叫驱赶，最终在大家的围追堵截下，终于将狗妈逼到了一处角落，很顺利将它捕捉进网子。可就在这时，却发现那只白色小狗不见了踪影。大家不敢怠慢，准备上山搜寻。没多久，师太在一处围墙的角落发现了小狗的踪迹。原来在危险来临之际，狗妈妈将孩子藏了起来，她则毫不犹豫挺身而出，宁愿将未知的风险转移到自己身上，也要为孩子争取逃跑的机会。不过他们是幸运的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温暖的怀抱。随后狗妈妈被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，兽医帮狗狗将脖子的铁丝取了下来。看着那一圈深可见骨的伤口，兽医感慨地说，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啊，要不是有孩子作为牵绊，狗妈妈可能早已经撑不住了。也多亏了好心人的及时救援，狗妈妈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就能康复出院。那位善良的师太也决定正式收养可怜的狗妈一家。在遭遇危险面临绝望之时，狗妈妈没有选择坐以待毙，为了自己孩子的安危，她拼尽全力挣脱束缚，哪怕粉身碎骨皮开肉绽，也要为孩子寻找一个好的归宿。祝愿这个饱经风霜的母亲今后能有一个幸福的汪生。母爱伟大，愿全天下每一位母亲都能平安健康。也让我们为所有出手相救的好心人点个赞吧，并在评论区打出好人一生平安。我们下期再见。